孩第一天入学就发现书桌里放着一本日记，她好奇地翻开一页，却发现里面写满了诅咒。紧接着日记就被同学抢了过去，并且还遭到了对方的恶毒诅咒。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我诅咒你肚子痛，被全班讨厌，还遇到恐怖的事情。随后男同学的诅咒开始灵验，女孩突然肚子剧痛，她立马冲进厕所呕吐起来。一开始她只当是自己吃坏了东西，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可之后的事情再次证明了男生的诅咒。你昨天晚自习无故缺席，才刚入学就这么松懈，全班扣分。起立，全部人注意发炮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彻底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害群之马。跑步时，一个女生故意把他推倒在地，还有个男生趁机给上一脚，同学们都露出讽刺的嘲笑，没有任何人主动扶起他。到底为什么女孩会来到这所学校？原来高考后，赵佳琪虽然考上了喜欢的昆虫研究学院，却没有如妈妈所愿考上第一志愿医学院。于是妈妈变卖所有家产，带她来到传说中考学率很厉害的崇明高中。据说每年的联考榜首都出现在这里，而且她的冲刺班就是神一样的存在，只要进入这个班里，就能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。所有同学和家长都趋之若鹜，可他们刚进入聪明镇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意外。因为坐车时间太长，赵佳琪本来想开窗透透气，结果一阵腥臭的异味传来，司机立马厉声命令他关窗。关起来啦，把窗户关起来。可是窗户刚刚关闭不久，意外却再次来临。一个戴着口罩的陌生人飞快冲到他们车前，还好司机及时刹车，男人并没有受伤，而是转身飞速逃走。随后一帮武装严实的神秘人围了过来，询问司机对方样貌不说，还拿着手电筒照向母女二人。这一切发生的都莫名其妙，却没有改变母亲带她复读的决心。他们的车在马路上快速穿梭，却没有看到身后的浓雾里走出来一个诡异的黑衣人。进入崇明高中的第一天，妈妈就不断嘱咐着，这每一句话看起来贴心，可对她来说就像是自由的枷锁，让她喘不过来气。每个人都是你对手，你就不要跟他们做朋友，专心读书就对了。刚走到学校门口，赵佳琪就碰到了差点被撞到的年轻人。虽然他昨晚戴着口罩和帽子，但是赵佳琪一眼就认出了他。可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妈妈就拉着他进入了学校。在经过一个教室的门口时，他突然发现门把手附近都是血迹，像是被人用手指不断抓挠的痕迹。随后身后的异响打破了他的思绪。我问是浩文者，误人者，浩人者，浩人者问上心。误人者不为人物，不死不仁者。可当他再次看向优等生展示板时，却发现每个人都歪着头看向一侧，表情也莫名其妙的一致。这诡异的一幕再次让他心生恐惧。来到冲刺班门口，老师介绍到只有全校成绩前30名才能进入其中。得知他只考了384分之后，才把他带入到普通班级。可当他站在讲台上时，却发现没有任何人在意他的到来。直到老师开始按分数排位，才有同学缓缓看向他。联考分数低于384分的站起来，往后移动个座位，动作快点。这些人面目麻木，眼里只有手中的课本，丝毫没有他们这个年纪的鲜活气息，反而更像是学习机器。随后他就发现了那本日记，还遭到了无双一的狠力诅咒。不过这个班级里还是有个与众不同的女生出现在他最窘迫的时候。嗨，你果然在这，你是被家里逼着来这重考的吧？你一定在想我怎么知道？你的反应太明显了啦，我完全懂你。崇明太变态了，每个人都超奇怪。我一开始光想到他上学就超想吐的，幸好你来了，我们班又多了一个正常人。我叫王馨予，欣欣向荣的欣，下雨的雨。你呢？我叫赵佳琪。你赶紧把制服换上吧，在这里能多低调就多低调，搞怪的都没好下场。像张磊就是太会惹事，还搞到全班都被扣分，他都不知道在外面搞些什么，都不来学校，最后就不见了。他赶紧担心地冲过去，却看到女生倒在卫生间里。这一次次的窘迫让他们同病相怜，很快他们就成了好朋友。王馨予不仅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午餐，会跟他偷偷说同学们的八卦，还在他被欺负的时候递过来手帕擦眼泪。赵佳琪，用我的手帕。而刚进入学区房的妈妈已经开始全面打扫新家。她在床垫上发现了类似血迹的不明污渍，还在床头发现了捆绑用的绳子。虽然这一切都让她充满了疑虑，但都没有让女儿复读更重要。她只是充满嫌弃的默默收拾着卫生。可在她清理女儿房间的时候，却再次发现了异常。女儿竟然还留着录取通知书，而且还在书桌里意外发现了一颗红色珠子。她发现里面有不寻常的物体在不断蠕动。随后她快速胀大，似乎想要冲出红壳，吓得妈妈立马把珠子丢出了窗外。这颗诡异的
的红珠子究竟又是什么？在下面剧情中又起着怎样重要的伏笔？赵佳琪从学校回来后，发现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入学通知书不见了踪影，立马反应过来找到妈妈理论。本来还算和谐的母女关系，却在这一刻分崩离析。在妈妈看来，这样做都是为了她好，却丝毫没有在乎过她的感受。可是那是我的东西啊，你有什么权利把它拿走啊？我就是有权利，你是我生的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赵佳琪拎起书包离开了家，她盲目地走进树林。此时的她情绪很糟糕，却根本不想回家，只想一个人呆呆坐在这里。可就是这次离家出走，让她发现了聪明镇更诡异的事情。一众人抬着一个手脚都被死死捆绑的人，神秘地走向丛林深处。在好奇心驱使下，她想偷偷跟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，却因为不小心踩断一根树枝，引起了男人的注意。还好来人并没有发现她，不然恐怕赵佳琪也会遭遇不幸。而这一帮神秘人就这样来到一个帐篷前，他们决定要把绑来的年轻人当肥料处理，甚至还准备抓住他妈妈和逃跑的同伴。随后男人拿起菜刀，把带回来的年轻人做成了所谓的养料。因为和妈妈吵架后离家出走，赵佳琪才晚自习旷课，之后连累全班人扣分不说，还要全班人都到操场跑步，所以才引起全班同学的厌恶。可他在操场摔倒受伤后，并没有平息吴双一的怒火，反而遭到他的再次诅咒。你知道我最讨厌跑，你还有美女生还要跑，该死，必须受到惩罚。诅咒你没朋友，被鬼追，吓死你，吓死你！然而这些诅咒却又在一步步变成赵佳琪的现实遭遇。他在厕所伤心的时候，再次遭到同学施丽琼的欺辱，还被他用扫把锁在厕所内。这时学校突然响起紧急警报，所有同学立刻戴上口罩，回家不得外出，关进门房。若发现学生在外逗留，将视为违反校规。所有同学立刻戴上口罩，回家不得外出，关进门房。若发现学生在外逗留，将视为违反校规。任凭他怎么焦急地拍打厕所门，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王新宇想去找他，却被班主任着急拉走。当他好不容易从厕所顶部爬出来时，却发现整所学校空无一人。忽然身后一抹鬼影闪过，赵佳琪紧张地回过头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前面教室里突然发出求救声。外面有人吗？可不可以帮帮我？我想回家，我不想待在这里了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你还在这？你可不可以帮我离开这里？我想回家，陪我走好不好？拜托别跑我，拜托。当他推门进去，却看到一个女生坐在教室正中央，不停地写着作业。他慢慢走过去询问情况，却发现红色粉笔滚落在地上。等他再回过头的时候，面前的女人已经瞬间消失，只见黑板上莫名其妙出现她的名字：赵佳琪。赵佳琪慌忙地想要逃离这里，却被众人紧紧围住，他只能慌乱地抵住门。这些人到底是谁？他们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